大家好，我是罗乙，欢迎来到罗乙时间。这里是生命与 DNA 科学系列节目。在这一集，我们要让 DNA 告诉我们什么是人。什么是人？说它简单，可能3岁小孩都能知道什么是人，什么不是人。说它不简单，是因为人类学教授也没有把这个问题回答清楚。关于人的定义，有的从物质层面解释，有的从精神层面解释，也有从哲学层面解释。这个问题讨论了100多年，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科学答案。对于人的定义，最有权威的是进化论的回答。会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动物，很久都被进化论者用作古人类与古猿分界的标志。动物行为学家古德尔1960年高中毕业后，一个英国教授安排他到非洲观察黑猩猩。他发现黑猩猩会折断草的枝杈，使它变成一根草棍，然后插进蚂蚁窝。待许多蚂蚁爬上草棍，黑猩猩便将草棍抽出来舔食蚂蚁。他问：黑猩猩是人吗？至此，这个沿用了100多年的标准，人是会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动物的定义被废弃了。什么是人的问题继续困扰着进化论的专家们，直到1968年才由美国人类学家皮尔比姆提出了2个标准，去区别人类与古猿。一，以习惯性的直立2足行走作为主要的行动方式。2，牙齿基本上呈现代人的形态。这个定义很快被人类学界普遍接受。可以看到，仅仅从动作方式和骨头形态上去定义人是十分浅薄的。但是仅仅靠那些骨头化石建立起来的进化论人类学也只能这样了。那么基于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， DNA 亲子鉴定下关于人的定义是怎样的呢？第一，拥有人的基因组才是人，因为全世界人共同有一个基因组，人类的基因组是独一无二的，相同基因组才可以做亲子鉴定，可以结婚、生子、生孙，可以相互输血、相互器官移植。所以必须拥有同一个基因组，人的基因组才是人。第二，唯一亚当的后裔才是人。与维亚当有相同的23对染色体线粒体所包含的60亿 DNA 编码序列才是他的后裔。因为每一个人身体中的23对染色体线粒体包含的60亿
DNA 编码序列是从他那里 copy 而来的，继承而来的，遗传而来的。我们人与人之间只有1/1000的差异，因此唯一亚当的后裔才是人。那么如何界定男人和女人呢？这是非常严格的，严格界定男人与女人的 DNA 身份证。在 DNA 身份证上有夏娃标记，还有亚当标记，才是真正的男人。因为夏娃标记我们都知道，是因为我们的线粒体中16568个编码，其中有16000个编码我们都是相同的，必须要有这个标记。作为男人呢，一定有亚当标记，那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，在 Y 染色体上有一段729个编码序列，被称作亚当标记。每一个男人的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 Y 染色体，都有亚当标记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男人。那么在女人的 DNA 身份证上呢，有夏娃标记，不可能有亚当标记，只有男人才有亚当标记。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是男人，他说我不是男人，我就是女人，那不能凭说，对吧？也不能凭你把衣服换一下，那也不行。因为你是男人，你的每一个细胞中都有亚当标记，在你的身体中有60万亿的细胞，每一个细胞中都有亚当标记。那么如果你是个女人，你说我不想做女人，我就想做男人，那也不行。因为在你的身体当中，每一个细胞60万亿的细胞，每一个细胞中你都只有夏娃标记，你没有亚当标记。你这个没办法改变，因为你不能改变你的每一个细胞。所以男人和女人的界定是在 DNA 上是非常严格的，而且这以上的这些定义标准是从血液中传递下来的，是恒定不变的，也是可以验证的。基于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， DNA 亲子鉴定下关于人的定义：一、拥有人的基因组才是人；二、唯一亚当的后裔才是人；三、鉴定男人和女人的 DNA 身份证，必须是男人有夏娃标记和亚当标记，女人只有夏娃标记，不可能有亚当标记。这样的定义，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可以去进行验证的，可以验证的，这不是凭说，而是可以去验证的。而以上的定义是唯一亚当传递下来的，遗传给我们的，是恒定不变的，是来自你我的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的科学定义，是没有办法否认的。总之，地球上的人类是绝无仅有、独一无二的有灵的人，就是你和我。其结论来自 DNA 亲子鉴定，这对于定义什么是真正的人具有无可比拟的绝对权威，因为这是从我们的每一滴血
每一根毛发、每一星点黏膜可以去验证的。